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午安。午安。今天非常的高兴哈，早上的天气还阴冷冷的哦，还蛮担心的，说哦，妈从台北下来真的是很辛苦，没想到台中依然是艳阳高照，大概10点多开始才出了太阳，真的是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请到陆神父到我们这次陆爸啊，好，那比较亲切，对啊，让我们先静下心来，做一个会前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很开心，大家聚在一起。虽然外面冷飕飕的，但我们就像是厄玛乌的那2位门徒一样，心里充满了热火。我们聆听，我们跟陆神父的交谈，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获得滋养。也祈求你降福今天所有来的朋友们，让他们在心灵上能够更成长，在主的服务上更能够勇敢的迈进。以上所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父及子圣神之名，首先谢谢大家，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其实这一场演讲，我们从去年的7月份，吴伯仁神父在径山我们他发终身愿的时候，末愿的时候，我们就跟陆爸在一起，我们就说，陆爸能不能邀请您到我们台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神父就很开心的说，好啊，真的，那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知道，神父耶稣会的会士都是温文儒雅，说光看陆爸的外表，你看吗？看不出来他的年龄哦。刚刚还有人说，陆爸到底是几年次的年龄不重要，很重要是那一颗跟年轻人在一起的心。刚刚听王主教说，陆爸的那个圣名是Bosco， 对，Bosco 就是专门是青年的导师，所以呢，难怪陆爸的那个工作都跟青年在一起，所以呢，陆爸就显得那么的年轻，而且充满了智慧。那我在这本书上面，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请赵美帮我们预约，那我们神修小会每一位的朋友都读过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非常的好看。我借给我大哥，我大哥说2、3天，1个礼拜全部都看完了。真的，这一本书真的从陆爸小的时候，然后求学，然后接受陶成，然后再来就是到各个地方去服务，然后每一个工作，陆爸都非常的谦虚的接受，然后觉得他是不给人家压力，但是他默默的付出，然后暗中的耕耘，没想到就有很多的丰硕的成果。那最有名的是更新写作会，还有一位朋友，你说陆爸要来，特别跟陆爸的，所以我们其实的对话从刚刚其实2点20就开始了，对不对？就一直都有对话。那今天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把握这个机会。那陆爸有一点就是，他真的是非常的心思很细腻，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位长者，我们也算是长者，我们平常这样讲话比较好。可是呢，他在人生的过程中，他的肋骨曾经切掉几根，然后呢，在1986年的时候，因为开左边的甲状腺，然后呢失声一阵子，那陆爸还是努力的祈祷，克服了困难，然后到了2005年的时候，陆爸退休了。可是呢，他还是有兼课，在辅大兼课，教硕士班、硕专班，还有更新的写作会还是继续。那更新写作会是由陆爸一手，这样子这么多年来。那我们知道台湾最有名的三毛啊、
王维兴啊、杨玄啊、张作武啊、李彤啊，还有年轻辈的朱天文等等等，太多了。这个你只要喜欢中国文学，或者是喜欢散文或者喜欢小说的人，一看，哦，这个里面还有附照片。那我昨天晚上再看一次的时候，会发现，哦，李彤儿童文学家，他那当年是多么的年轻帅气啊！哦，到现在他还是努力的创作，我想这都受了杜爸的影响。也杜爸我想我在这本书上面看，就是说杜爸在辅大的宗教系开创了这个系啊，是不简单的。那我们等一下就由杜爸亲自的来跟大家解说一下。那我们因为杜爸的嗓子嘛，我们让他不要说太累，所以呢，大概他讲了15分钟以后，我们就提一些问题，让杜爸来有对谈。我想说，今天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中华基督神修小会的好朋友，那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份飨宴。谢谢大家，就请当不起来，被叫热爸。这个本书里边的照片啊，都是写作会的会员用热爸的方式介绍这个照片是什么。好。不过有一个年纪不小的人也叫热爸，这个人叫司马中女，看到我也是热爸，这个把它看成一个名词而已，不是那么了不得的一个被尊敬，不应当这样的被尊敬，不过还是感谢。神仙小会是都蛮有缘的，我在台北神仙小会讲过一次，我说神仙小会就像我自己的家，我到加州啊，到芝加哥啊，都住在小会的人家里，小弟啊，还有小华啊，万子弟啊，草地反啊，我就好几次就在这些家里，所以在台湾也是，因为当时何有勇啊什么，两个人还在经常参加小会的活动的时候，早期啊，他们也邀请我参加暑期营的做专题。不，跟台中的关系也不浅因为台中大概草莓反的时候就开始传播了。那么那个时候万志地主他先生在中兴大学教书，趁这个方便，他们跟我非常熟，我就跑到这里来。那么有一次是民国66年，在雷斯讲有圣堂，圣堂把一个周起了，圣体在后面，前面做一个演讲。那原部主神部是主任，这新竹的主任，还有台中的主任。我就讲完了以后呢，大家走了。有一位教友，他跪在那边祈祷，步都走起来了，身体也割开的，就很好奇啊。他这个第一，他愿意拜身体；第二，这个拜身体也是身体被周起来，他也没有关系，他还是要跪在那边。我就去问他了，你们知道谁吗？也是小会的，现在比较少的，叫何富宝。何富宝，他就读他结了缘呢。那个暑假我到光启做1个月准备课，就给他要带一个3天的闭证，他都在光启，家里就是台中嘛，所以很方便过来。但是他一路过来，一直有联络包括他去年什么，他的儿子结婚也是为了在3命主持婚礼。这个东西，台中小会这边有。另外呢，就是他跟阿兰当主持的时候，也请我来一次，因为25年至少，那个1985左右，然后我就讲了德勒斯。那这篇文章
有你们会把录音带再去抄出来、写出来呢，放在信群，后来我把它放到这个一本书里去，似曾相识的面，是光启所表示的。这篇文章叫德勒金的人话语存在主义。那么在前几天我已经寄给赵美了，他给有的朋友看了。今天我在火车上又看了一下，我觉得为普通的不是严格的科学性的介绍。这篇文章也讲了不少，关于德勒金的进化论的态度，并且可行性、可以接受的原因，虽然是一个一般性的讲法，那么也是因为从台中小会接了缘，在小会里面讲的这个题目，而有小会的朋友把它写成这篇文章，那我也不记得谁写的，谁去听了录音写的，是在场的，这不在场的。那时候我才刚刚毕业。写得很精彩，我一看一边很佩服，要把人家写的详尽，自己写的这样的文章不容易，当然心生感激了。那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寄给你们还有那个弱势神修前书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由台北投顾中心正式出审一代的生活团，他的生活团有40个人，那么我讲了一次是讲弱势灵修的介绍，也是讲到了这个。前面一班呢是讲四组篇，我对四组篇好像有点批评因为觉得四组篇叫我们退出很多的地方，我一个祈祷因素这些，从前佛教没有落实佛教之前他们也是隐居山林，道教什么根涉，四组篇是很伟大的事了。不过他也好像叫我们信，叫我们教育有了信仰以后退出一个公众场合，每一次到公众的地方去以后，灵魂就觉得不干净这受影响。把它同德勒金的思想对比，真正叫我们进到社会中间，同科学家、同这个教育、同护理工作的人、同什么做研究的人。联合一起改造这个世界，修地球，就把那个天主在宇宙中放了一个潜能，发展成为更好的世界的一个愿望去帮他实现。那这我们看利玛窦就是这样，利玛窦没有逃走，他应当去宫廷，他去宫廷，地方是都官员、都知识分子来往，他就去。对他们来往，好吧？那么这个弱势神修郑成聪神父就说，还是张先生忘掉了，把前面4组篇调掉了，就发表后面一半，这就是你们看到收到的这个2篇都是同小会有关的，因为台北基督生活团。服务中心的会员很多以后就变成台北小会。那么这个2篇文章跟我们特别有关系，我是很感激的。那篇是我自己写的，这篇是你写的。写了以后，我今天看的时候觉得没有瑕疵了。这要讲的可能比我当时讲的要清楚。我们是听录音带腾出来的，腾现出来的。恭喜你，就这样这是我台北协作会的朋友，20年没有见面，因为今天送发来，我很高兴。可是因为那个我已经买357的车票要到台北，所以真的很谢谢各位邀请出发。快20年能够在这边跟路发碰面，只是还是要依依不舍的先离开这样哈。
那请各位好好照顾这个爸爸。好，有机会的话多邀他来，就可以多在台中看到他。哦，周世明的两位一起参加就是协我是4年的朋友，哦那是他写作会认识的。哦，对对。属于哪一个？他有照顾到你们，照过了，谢谢。谢谢各位。好，那我想时间差不多，因为3:57还是有点压力。好，谢谢各位，好，有机会再来这边。好，谢谢各位。请问你是哪一个堂口的？他不是教友，他在中台教书。真的啊，欢迎中台。科技大学。中台不是私立，因为现在有个台中技术学院，我们是中台，就大科中台，是跟爬山的旁边那个中台科技大学。好，那谢谢各位，不好意思打扰各位，我想把时间应该还给陆爸爸，还有你们这样。好，谢谢各位，有机会再见，谢谢陆爸。拜拜，你要保重，你要保重。好，拜拜，谢谢，就像家人一样。而且居然做视频发现了一个我20多年没有办法找到的人。25年以前是总干事嘛，台大中文系，你们学妹，好吧，那么不过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很可同你们有这样的接触，说不定以后有听好吧？那么这次呢，你们做那么仔细的准备工作，我很佩服，包括看了这本书以后，愿意讨论我就问的问题，比如说达特兰与马塞尔，哇，这个超出我的能力。跟有人看了我在天主教周刊写那个社论，就是被下的主观，被下名字不叫什么，名字是叫被下的。那么我在一个硕士论文，大学的硕士论文，关于钟老师指导的，我是帮助考试的，我们看到里面，当然用了被下的指观，被下 blind 的应推性，被下不是 blind， 不是主动是被动的 blind 的应推性。奇怪，我在马所有的哲学里也看到这个字，也按对使用aveugle，那么居然法国的诠释学大师那个 Paul Ricoeur， 他都搞不清楚，因为有一次开会我碰到他说一些论文我说是写马所有，后来他说 blind intuition， 按对使用aveugle。没有讲阿比格雷，在旁边我没有讲，我不敢讲。那个法国女教授他说不是 blind， 是 blinded， 是被动式。那个泡一个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可能不是想叫马所有的仔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做研究。可是这个泡一个写过一本关于马所有的书居然这个字他弄错，是确切弄错没有办法。而这个弄错的东西，居然在一个达德兰的谢达德兰硕士论文里又出现了，所以我就很惊讶也惊喜，居然有一个最近是应当是原版是什么，我也没办法考证，从达德兰到马所有中间，对马所有看过他什么书，所以不敢确定了。我说，既然达德兰写的比他早，应当达德兰是源头了，这个达德兰前面更有源头。像朱梦前首也跟我讲，这个安居这个 fidelity creative fidelity， 就是创造性的中心这个观念，他想不到是这个马受开始讲，因为因阿鲁贝什耶稣会的总会长，耶稣会的文件，后来常常用这个 creative fidelity， 就说一个人已经结婚了，有个承诺；一个人修道了，有个承诺。他不但是遵守这个承诺，并且 creative 创造性的遵守，创造性的遵守，就是说一直要把
这个关系有更丰富的、更新颖的方式把它发展出来。周公去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了在马舍里有他说，我们其实啊那些哲学家也不是自己，是天主给他的，不然是他自己有的。我就是说他从别的书里研究出来的，都是天主给的。不过从他的文字从手上嘴巴里出来，好吧？那么这个交代一个，希望能够逃过不要我讲这个阿德兰多马舍，因为这个太伟大的题目。我自己呢，觉得光启出版社出了大量的伊纳爵的书，因为我们初学的时候呢，从来没有听过加莫罗的灵修，从来没有听过。我在这个上海有一个圣母的经验。原来我的灵修核心是圣母。原来我在香港初学的时候，那个爱尔兰神父听到我叫圣母，他就不高兴。我们演说会是耶稣，懂不懂？那中国这耶稣不要，他怕我这里看这个人做到以后对耶稣都不深入的关系不深入。那么这个加姆鲁更不会有了，加姆鲁伊纳爵的也讲不完虽然只有400多年，有很多灵修家，所以加姆呢我完全不懂。后来圣家堂有时候有生命之母，生命之母也是以加姆鲁的灵修，使之若望，就大德兰的演讲，我去听一下，像初学生一样，什么也不懂，就这样听，知道一个。上智出版社出了不少，领歌了什么，现在这个在外面的书店出了大德兰的自传，什么出了好几本，开始大家注意了。那么有几本是加莫鲁的领袖，也是请我写序，我也写了序，有英国的加莫鲁修女写的，那这个学贵妇啊，对我要看见天主，是生命之母的玛丽尤金那个贵族写的，光是法文这么厚，里边字很小，李秀华要我写序，我怕的，这样这个书看都看不完了，要写序。不过他一直没有放弃了，这本书请大陆的一个先生翻译了送到台湾，台湾一个校对都没有办法满意，所以还拖，是我带回来的了，那个 CD， 结果带回来以后，一直到现在13年了还没有出版。这本书是经典之作，非常重要。他将来离圣品的话，这本书很有关系。玛丽尤金，生命之母，好吧？所以就是后天的，我开放了，我也接受了使之罗网，特别是Green，Thomas Green， 这个耶稣会神父在菲律宾多马斯修道院做神师我从前他是念科学的，后来再回到美国这念领袖，再回来写了差不多9本10本领袖的书，台湾都翻译了，大部分只有1本没有翻译那么也通过他了解了怎么样伊纳爵跟大德兰都可以合起来，不是2个相冲突分裂的东西那么使之若望有个很大的灵感，就是说一个人做梦想做到一个阶段没有办法做了，很困难，推想图像什么时候来帮助你，那个时候就要放掉这个愿望，完全在平静宁静中跟天主结合。当然那个使之若望有这样一句话，有很多人比如说耶稣会的修士，他从修道之前做过生活神操初学2年的文学，1念哲学的时候都不做梦想，做不了。哲学是思维分析对吧？有很多人他是做了，可是不知道能不能进步，知道他的审视是不是了解他的困难，是不是用使之若望的方法来补救，我也不知道。所谓使之若望就是说，你把头脑的思维放下，
让心灵的交往加深，同天主内在的结合交流，这个一个发现对我大有帮助，所以我现在不着急了，每一次默想祈祷一定要得到什么，就是同天主在一起。不论呢，我在生活中，不论是要上课用的，不论是讲主日道理用的，不论是开会，不论什么，天主自然在那个时候会给我需要讲的话，不是好像通过很多梦想才得到的东西。那么大德兰中使之若望都倾向于被动，因为祈祷到一个阶段是要让天主主动。那么到这里呢，我大概最多能够讲的关于大德兰使之若望，因为我从伊那觉那边多少转到这个加摩罗的领袖，那个给干神父翻译4本书的江启然他也是从伊那觉开始跑到那个领袖去了，所以应该是这个两人合起来，将来能够走得成功，那么就等待吧。如果这个我也许能够做一些贡献的话，我也愿意。另外一个问题呢是沙特多马瑟，沙特呢是这个1960几年60年代台湾很多书店出版的神在主义作家之一那么沙特、卡缪、尼采还有齐克果这个4个人大家看得懂，因为他们都是用文学性的这些哲学的思想这些东西。那其中王商义以后也跟着写，李奥也是这个时候写，陈谷应都是学这个一套，或者是在研究庄子这陈谷应等等。其他的存在主义他们不屌一些，他们也好像没有听过，很少听到海德格，很少听到马塞尔、雅斯贝都很少听到。那么当时的我很尊敬的一位长者就叫向天基教授他的夫人也在这里。向天基教授呢，他就在他的刊物叫《现代学院》呢，每一期介绍一个西方的思想家，介绍了不少，包括德勒这个人。我非常感恩的是，我从菲律宾，我是菲律宾4年，3年哲学，1年神学，到了湖大神学院，我就去找他，在景远什么地方有花园，我就很佩服他。其实他去罗马之前也到过上海，我在上海已经见过他，我小孩子中学生，我已经很佩服他的写的东西。我的哥哥也认识他，我的哥哥在上海有出版社，好吧？那么像这些也好，昆仑也好，很佩服也好，甚至于这个卡内基的大师叫什么？黑热龙也翻译了几本书，叶利的妹妹也帮忙翻译了他的剧本什么，所以本来就有些介绍了。不过呢，我觉得花了6年在法国，其中1年是来到工地了，还有5年是研究马塞尔，1年不到写完了。写完以后呢，我的考试的3个教授，他们其中一个讲，他说我的论文可以作为国家论文，国家博士论文，不是大学博士论文，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蛮特殊的评估我也不敢多讲我第一次跟人家讲这件事，不好意思讲，因为大学的国家的博士论文要写2个论文，一个是正论文，一个副论文，我也没有写，所以也不会去想，甚至就得到这样的结果。我要讲什么因为学了比较专的进去了，沙特什么都了解一下，回到台湾以后呢，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是没有的。
这个存在主义有没有前途？啊，这个问题是你们最近一个朋友提出来的，这个朋友名字我也知道，啊，这因为这里写的叫婉容，在不在啊？在，没婉容呢？啊，不在，方才在。对，他在外面，他在外面。字都是他写的，这些的所以有的名字都他写的，对。哇，存在主义的解答你的问题。存在主义，有没有前途？会盛行吗？将来很盛行。对，在101年以后。我同你讲，连现在也不盛行了啦。就是在60年代，那个空气很压抑的时候，而在大陆在邓小平出来以后，开放以后，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好多人都喜欢研究沙特什么，大声的讲荒谬啊，反对这些制度化的生活。那个时候，大陆比台湾晚一点盛行，台湾那个时候已经转向别的都是因为开放了。那么现在更没有人研究了，因为存在主义不算主流了。主流大学里边我们这里有2位哲学系，一个赵美，一个是桂荣，你们都是一个东海，一个台大的，你们知道，包括那个时候，你们念的时候蛮早的，80几年，70几年、80几年，那个存在主义没有下来，可是，在哲学系里边，牵涉到情感的、牵涉到生命的、牵涉到人的都不重视，不是主流，主流是抽象，因为抽象越好，所以念哲学到德国去，那向老师也到德国，向往赤路上也是最后到德国去取经了，住了2、3年。现在这性格也很盛的德国性格，往赤路上，几点钟？那么现在的大学里面，我觉得这些是包括欧洲，包括台湾，主流都不是存在主义，所以我回来也是很特殊，居然这个向培杰老师，政大的系主任，邀请我去在政大教书，第1年不成功，第2年不成功，第3年不成功，第4年成功了，成功的理由就是要问你，你做神父的。到大学来会不会传教？这个东西。那么第2呢，我重庆也没有讲，我是在震旦大学有学分、有学位，没有拿到学位了，上海震旦。不是说上海修道院是吧？跟上海修道院属于震旦大学第2部，文学院第2部，所以最后一次申请我就写震旦大学，就通过了，是这样。那么这个。是不是说像这些老师是不赞成主流的？我也不知道，至少他是包容，存在主义非常强，因为他重视信仰嘛，那个信仰靠理性没有办法说明的，这个，那么将来还会盛行吗？我同你讲，将来盛行不盛行要看知道存在主义真谛抓到一些东西的人。他们没有放弃，继续在研究、在发扬，还是有可能盛行。其实存在主义很多东西已经进到瓦蒂冈大公会议里去了，大家都觉得这个新东西什么地方来的不知道，后来呢习以为常，所以你现在在讲这个，好像我们已经知道了，其实还可以深入，更深入进去，就 creative understanding research， 把里面最深的东西，包括灵修什么都挖出来的至少在教会里永远不会死掉，并且在重视文化的中国的这个学说界，还是会有这个。比如说沈庆松先生他是两极化，他有那个重视情感，也重视理性，他那个西方新的理性哲学法，他研究很多，现在到伦敦做的当地大学的一个东方研究的主任这样讲座教授，他就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心里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可是他不开存在主义，他开的都是最理性、最科学的这种课。
所以他很吃香。在中国哲学会的理事长，也做过全球的中国哲学重要的工作人员，不知道理事啊董事。关永忠黄怀秋的先生，两个人都是在鲁文大学念书的。关永忠可以开普塞尔、梅尔庞蒂、海德格尔、雅斯格、马塞尔都开过，可是哲学与文化的记者去访问他，问他你最喜欢哪一个哲学家？他说马塞尔。我讲了很多理由这个东西是，就是说那些能够跟上学术派的主流的人，就能够叫追求理性的一些学生，就是学者满意的人，内心深处有一个很大的一块是马塞尔的哲学，不是很奇怪。所以我有一个学生，他写了硕士论文，马塞尔以后，现在在高雄在文藻里边见一些课，他就是愿意一直念下去，念到博士并且到法国去念，到现在没有成功因为他的背景不是哲学系是宗教系宗教书所以那些教授就不清楚，毕竟他的法文也有困难，年纪也不小了，还有个小孩。不过他就认为马塞尔绝对不能死掉，一定要继续推动，后来再传给下面的。好吧，现在我自己要问了，马塞尔能不能真的满足我心里最深的渴望，关于哲学的渴望、人生的渴望？那我应当讲，光是马塞尔是不够的，我有3个偶像，一个是马塞尔，一个是德勒兹，还有一个唐君毅。这个3个是真是我找到了以后，我觉得不大需要再去到处找寻新的东西，新的哲学思想。那个德勒兹一篇文章里面也多少有一些朋友念，他就是不单是讲过去这个世界从低阶到高阶的，还讲未来这个宇宙走向奥秘感整个的人类的完成是在耶稣复活的宇宙基督里面。那这个思想现在基本上大家已经用了，联合国能够成立就是跟这个有关的。联合国不能都是自己的利益，每个国家寻找自己。可是你看，1948、49人权的宣言都出现，第9村的观念，现在欧洲、欧盟都连在一起。所以，从前美国同苏联40年的冷战那么紧张，现在你看都变了。台湾同大陆究竟将来怎么样不知道，至少比从前那个一个一个的紧张要好很多，走向一个新的世界。就是看出来，德勒兹不是在做梦从前在那个黑暗压迫的时候，德勒兹这个思想这是幻想，世界都是很大的战争，那么多的原子弹、核弹，用不是地球兄弟跟德勒兹就说进化到高峰到宇宙性的机会。那么关于这样的理论呢，我就产生了一个，我们可以帮助天主创造这个世界计划的完成。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值得看的，那么是很大的帮助，就是小小的帮助，一个螺丝钉的帮助，都是帮助。就不要因为我太无能了，太微小，我退出去，不行的。我在我的岗位上做下去，能够做多少，能够帮助一个人就帮助一个人，能够使一个人把心里的仇恨去掉，也是真的做了以后，有的是在生命，有的是在科学，有的在神学、思想方面要进步。所以德勒兹认为，做研究本身就是祈祷。我们不大想这个问题，写好的文章都是祈祷，不是只有跪在圣堂里拜圣体，这个也是，
可是呢，很多人都在入世领修这样。那么你们要问我，你自己想做什么了？把那个存在主义再推动下去，不要死掉。关于钟老师一直同我讲，马塞尔同一个耶稣会什么叫 FILE， 通过30年的信，现在出了一本。在这本书里边的序，就是有一个我3个考试委员，我的论文的考试委员中间一个人写过，他里面提到一句，他说，当那个中国人的一个耶稣会神父奥斯卡路都非常拥抱告别他要回台湾的时候，这个一幅像，叫我们很感动的，还留着。他这本书出版，离开这个法国大概有20年，这个写序的人还记得内容。那么关永忠呢也知道有了这本书，你可以去研究研究马绍尔同耶稣会神父讨论30年，他的这个主体即性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个里面应当有个神秘主义，有个奥秘的东西。他同别的人写可能不会写，我就问这里这么深奥的问题。可是费萨本身也是一个耶稣会的重要的哲学家，他写过3本赫格尔的书，编辑过哲学杂志，也有被人家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费萨因为跟马绍尔好朋友，所以我住在那个地方3年，跟他们非常的熟，非常好。而且那个时候70几岁，包括那个考试委员地理我们很高兴常常在一起。我没写的话，一个 chapter 就印了以后给他们2个人看，也给我的指导老师、英语老师3个人看，他们看了以后再继续写下去，直到写完。所以心里很有信心啊。因为马绍尔去世的时候，我想完蛋了，我还没有开始写他就走了。现在居然他的好朋友代替他来看，帮助我一步一步走到底，好吧？那么这个关于钟老师是有目标的，他觉得光是人与人的深度交往不够，怎么样找到人与神的深度交往？在马绍尔的主体即性里面，所谓主体即性就是 intersubjectivity。我们知道沙特的哲学是主客对立，不是那个可以和谐的结合，而马绍尔的哲学是互为主体性。沙特认为我做主体，你就是客体；你做主体，我做客体，2个人不能平等的。马绍尔认为可以互为主体，两者都可以成为主体。那么这个现在很多人讲双赢了，赢不是边赢，双赢，因为两边都是可以用尊敬的、尊重的态度、爱的态度、坦诚的态度交流的时候呢，不需要一方做对方的对立的对象。另外呢，那沙特的书有一本叫《呕吐》，他看到人家吐，他这个饭馆里边不是同人来往，专门观察走来走去的人，这个人头上想什么坏东西，他都知道，是他的坏投射到人家身上去，所以说讲到存在他吐出来，是手脚呕吐，这样可怕。那写一个地狱，英文叫 no exit， 没有出路。那么他的法文这个地狱就是没有出路。这个中文也翻译了以后呢，在法国人从法国到根生文教院来演出，只有3个人。这个3个人是什么呢？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同性恋，一个是没有什么心理障碍的一个女性。那么3个人关在地狱里面，往上一看呢，可以看得到阳间里面对他们滴滴戳戳，讲他们好话坏话，都听得到。光他们难过也没有办法辩护讲批评他们的时候，我们发现
怎么这个光越来越小，就关掉了。这个时候他们发现我们真正死掉了，将来都有阳间，没有办法来了。他们3个人，这个男生呢喜欢那个女生，不是同性恋的那个女生。那个同性恋的女生呢，拼命的要追另外一个女生。那么这个紧张的关系呢，就是萨特对人的存在的诠释。人就是的对立，人是要抢夺，人不可能变成真正的为别人而生。这个可怜的萨特，居然大的畅销啊，就是存在主义的代言人，这样的这种人的信仰完全相反。还好，他在去世前7、8个月，给一个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讲那句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是被一个是，他没有讲神啊，是被塑造的。被塑造的当然被天主塑造了，就表示他已经从绝对的无神论慢慢转过来了。让他死得太快了，没有办法去问他为什么你有这个转变。这个可见呢，那个无神的这个神在主义，这个帮主就倒下来了。这跟他的人还是在死的呢，他们还是主张无神的嘛。可是萨特自己已经改变，连他改变人家也不知道。我是在一本英文的书里面看到一个，就写到我的文章里去。那这个文章呢，以后就在神有的光环，我们大学出版的放进去，就是比较沙特多玛斯，有2篇呢，讲沙特的事，好吧？我离开这个书，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卡律卡律也算是神论，可是更好说是在寻找一个新的神。他认识的神就是有个教会，各种教会，基督教、天主教各种教会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末世神父讲道认识的一个神，他妈妈是西班牙人，还有一个根，可是呢，他不是认同这个东西，所以他写了比较出名的小说，中文都有，一本呢《异乡人》，第2本呢叫《问狱》，问狱呢里边有了老鼠狱的一个整个的隔离，船也不能进去，那个里边 Algeria 也不能出来。那么里边呢，每一天看到从楼梯上搬下来个死人，不同的房子都要搬出来，本来关了以后得不到就告诉，后来一个神父呢，那边也有神父，拼命的讲道理，我们要救灵魂啊，我们世界上的放弃。医生呢不理这些道理，他拼命的救，不是不同的人，也说明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世界，因为没有出路了，因为都杀得差不多了。可是呢，这个卡律的文学比沙特要好，所以这一直到现在法国人也在研究喜欢他。那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卡律。原来看到一封信，他写给一个神父，这个神父，他写给一个神父他的同学，这个同学里边他表达很深的尊敬，天主教的信仰，好吧？所以像这样的，就是多少在寻找一个真正是一个当代的，能够代表人心声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一个神，他发现没有找到。其实他没有深入天主教，如果他深入天主教，像那个马塞尔接触菲萨，接触一些重要的人，可能他也会觉得有这个希望，可是他没有深，他就离开了他的生活，重庆的生活圈子。那么这样的话呢，还是有证明的效果。库皮尔的硕士论文就是写卡缪，我也看了好几次，
我觉得他一直讲，卡密不是说生命没有意义，我们只要继续的寻找真正的意义。那么还留下了一个尼采，尼采也是上帝死亡的存在主义，究竟他有没有否定的效果？我在法国的耶稣会神学院哲学院有一个法国神父写了国家博士论文2本的尼采，他发现尼采里面有很深能够改造我们教会神学哲学思想的内容，所以他不但不否定他，而且把他用过来，把他东西用过来改变。那么当然一个普通的人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教育背景去看尼采，会被他误导，又跑到无神了，跟着他。那么齐克果究竟算不算好？齐克果也很古怪的人，他同人家呢订婚以后，过了几个月就分开了。他觉得他心里有那么多的思想，这个年轻的女孩不会懂，免得她受苦，他把她分开，这个也是有一点精神不是完全正常。可是呢，他写的很多东西影响很大，影响海德格，影响马斯，影响其他的神在主义，所以应当是一个有错的原创性思想的一个作家。那么他对基督教很多的派很不满意，就是这个完全不是真的基督徒。后来对马丁路德也批评他。他说马丁路德选择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他放弃了修会的严格的纪律3月等等，我不知道。反正他批评的东西，有台大的一个教授写了书，讨论这些当代的哲学家，讲到萨特的时候，讲到这个齐克果的时候，他就把齐克果批评马丁路德的话放在里边。那我自己看了，本人应当很高兴基督教在批评基督教，可是因为现在要宗教交谈所以我在上课这个不敢用。用了以后，他们觉得你嘴巴上讲宗教说呢，心里也是在反对基督教、基督新教等等，所以我尽量小心。除非有特殊的原因，看到听的人都会受这个影响。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讲话嘛，齐克果要批评你也说他不应当批评。不过把齐克果介绍的时候，特别批评他的马丁路德，还有齐克果只有这些，这个也不对了，有点误导别人。总之一句在这个存在主义的几个哲学家里边就有神的哲学家比较多，不论是海德格、雅斯格、马塞尔、齐克果，还有其他的哲学家。那么，因为他们不用神学语言，不用宗教语言，所以都是有点隔靴搔痒。因为好像他把我们时代的问题再烧一烧，可是呢，不能烧得很痛快，痒还在。那么马塞尔呢，虽然用了比较多的宗教语言，可是呢，连马塞尔也是尽量的不要叫人家感觉他在传宗教，所以也是一个避免。比如说讲天主呢，讲绝对礼仪，叫人与人是不是讲用临在之心的，大家都用。我如果说马塞尔的背景去讲耶稣的道理，就跑出来一个可以不用哲学语言，用宗教语言。比如说马达勒纳，圣女玛丽德莲，玛丽德莲呢被耶稣爱的，她第一个看到耶稣显现的。我再寄给你们那篇文章，就是德勒金多马塞尔的里边就提到这个玛丽德莲，我就不用哲学语言，我是用这个宗教语言来讲耶稣同玛丽德莲的一种深度的默契的关系。我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爱这个玛丽德莲也不怕爱耶稣，耶稣呢也是真正的爱他，所以呢，哲学里边就不大用这种方式来讲，我用陈友华的角度
来讲这个的事情。如果你们看过的知道吗？你没有看过吗？不知道。要来帮忙念。对，你们帮忙念。帮忙念，这样。是这样神父才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有时候在多少页？157页最后157页最后一行，耶稣复活后，发显给一些人，尤其那些与他同受难的人。按圣经记载，第一位除了圣母之外，得以此殊荣为玛利亚·马达勒纳。后者在天色还黑的时候，就匆忙提了一大壶香液到坟地去，却找到一个空穴，不见耶稣，就在墓外哭泣。曾与天使对话，不得要领。突然听到背后一声：“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模糊的泪眼看不清，还以为是园丁。他说：“先生，若是你把它搬走了，请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去取它回来。”耶稣对他说：“玛利亚。”他便转身用希伯来语对他说：“拉布尼。”以上是若望福音第20章1到18节。耶稣一声“玛利亚”，把他从幻觉中惊醒，他的心灵被复活者接触到。耶稣的叫唤把马德勒纳的愁苦化为炙热。原先寻找的尸体，变成一位有血有肉的活人。只要接触他，会死的人顿时跃入不死之境。复活后，耶稣的临在唤醒了生命中不朽的种子，使他突然抽芽，展现永恒生命，分享复活者的满盈喜乐。这个事件是绝对的意外，无法设计的，是平白的获得的。受惠者从最深的谷底跃升至巅峰，脱胎换骨，变成新人。这种经验除了奥迹外，无法评之，因它无法归类到日常生活之中，是异军突起的另类。是人生的高峰经验。复活的耶稣一旦接近一个幸运的灵魂，后者必会产生质的变化，化腐朽为神奇。真可谓基督一笑百媚生。见得复活的主耶稣，聆听他的声音，就会跃出时间，暂时进入永福之地。这也是耶稣3爱徒在高山上见耶稣显圣后，不愿再下山的原因。他们面见了至美。中文系毕业的，可以让字正腔圆，休息一下。太好了。那么在另外一本叫《候鸟之爱》武大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里面也有讲了这个玛丽德琳，那么里面加了一句话，就是我认为神秘经验啊，最高峰，玛丽德琳有了。所谓神秘经验，比如说保罗总统被耶稣从一个光打到地上，后来他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这是达德兰，我这是十字路王，我这伊纳爵，他们有的神秘经验，就是祈祷中途天主密切接吻。小德兰看到圣母显现中途耶稣的关系，玛丽德琳绝不对，这是第一个。因为那么神，当然圣母也是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里面有很丰富的
思想。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在神在主里边，只要加深它的内涵，或者对信仰有所帮助的话呢，就是要在诠释耶稣的奥迹，找到一些用不同的语言可以表达的一些方式。那么本来讲是跟这些已经讲了太多了，还有2个问题一个是3个问题。以存在主义探讨马比奥的世界，跟这些还会盛行吗？这个网红觉得，那么马比奥呢是外行新新闻里边有篇文章，他说马比奥根本没有什么，都是这些记者把他炒出来的东西。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别的国家，虽然炒的，这样天天写这样的事情，这个报纸里面没有人看。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你要去别人做错了去判他的罪，这也不需要我们来判了，让法官去判就好了，让法官去罚。要报纸听，因为实在他觉得这个社会需要听这样的东西，喜欢听这个像社会新闻一样，社会新闻很多是看了一个害怕的，人家就要看。如果有人对这方面有自己的见解，等会要讲，当然很欢迎。还有一个山毛叶红自杀的事情，我在这本书里口述的时候提到，山毛，我陪他走了一段，有7、8年到10年吧。叶红写作会的秘书，他后来移民到上海，我只希望他同上海的作家有来往，后来有产生了新的灵感写作，结果他自杀了，去买了炭，后来把房间关起来，所有的空隙都填满了一个座谈，走了。他去世前1年，我的妹妹都在上海一直等他去3个人吃饭，他有没有这个悲观了？后来人家说他是有精神科医生吃药有这个病。如果这个的话，也没话讲，他有病不吃药，以后会跳舞什么？可是为什么都不知道？工作那么多那么久那么好，并且也是会有个神父在高雄，一个美国神父，年纪很轻，这个30几岁、40岁，后来生了病到美国去，也跳舞，这高龄退休，主要原因就是不吃药，医生开的药没有吃。如果这个2位都是因为病的，还好，可是那么3毛做碟仙以后出了问题，魔鬼出来了，他不做了。可是呢，有一次我在书摊上翻到皇冠的书，看到他去游地府，游地府的话呢，站起来，万录音，那我知道多妙了。他从前也碰到过鬼，现在也还知道这些东西是分开，要出问题。可是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资格去跟他讲，他也不是天主教，他不是基督教，我也不是神师，不是，想不到一下子传过来他走了。我打电话跟他妈妈讲，因为我去他家里吃过饭，他妈妈说3毛去世前半个月还在说要做修女，因为他早期做碟仙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做修女，心里想做修女先要信天主教，信了天主教以后要3年才能够考虑你。他喜欢晚上不睡觉，要喝酒，要抽香烟，要闻这些，充满了头脑。我宗教都是能够争取多少？至少我不鼓励他。后来联合报给他钱到南美洲去访问，写了一本书。可是呢，这本书不像从前写的小说那么
其实宝岛文学不同的宝岛文学，就是那股劲没有了，他要有很浪漫的经验，很强烈的这是，后来才能够写出来他从前的东西。这是他的事情，我也与我无关了。不过他写的我就看。那么这个两个人我都不能回答。当时我觉得两个都是好的。比如说山姆他说他在大陆去的时候，把很多的金的戒指围在腰里边，用个袋子怎么放了很多。后来他去到亲戚家里去拿下一个可以给人。他居然会在睡觉的时候，别人把腰里的戒指偷掉，把它剪下来又偷掉，这真的不道德，知道他有钱，偷他的东西。可是呢，他在大陆那个时候，出版的书给他稿费16万人民币，我们现在听也不算什么，可是也是不少，他全部送光了以后再回来，非常慷慨的。他在台湾拿到稿费、演讲费，一部分自己用了，还有6份，送给不同的机构，孤儿院啦，什么天主教也有份。像这样的一个人，不管他宗教信仰的，去教堂的这些是到什么程度，至少他是真的为别人为爱惠爱别人的。我不相信天主会把他下地狱，天主是公道的，他判断一个人整体的判断，不是判断一个行为，不然的话我们都怕死。那么叶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叶红出现了，是我写这个也有高的，那个时候我调到福大去了，可是他在台北我就很放松，每次回去走的时候他一定要等我拥抱。后来他看了我另外一本书马瑟，后来他就信了天主教，跟沐浴财神会听到你信了天主教，圣诞节离席我也去了，怎么会到上面去？有了信仰，因为他不去教堂嘛，也没有信息，这个后面的，可是他对很多的学员那么关心，他40几岁，有的学员年纪轻轻可以做他的小孩子。那么我也是一样的看法，我就觉得天主不是看一个行为，要看整个的一生。从前自杀的人不能站在天主教公墓，不能做追思礼上，好像下地狱了，那么清楚的下地狱，现在没有人敢讲了。你看天主来判断嘛，如果我们都要判断，天主没有事情做了。安静一点。最后一个问题，赵美，刚才是素美提的那个三毛叶，赵美提的，他说宗教交谈可能吗？宗教交谈跟天主教的领袖可以合得起来吗？因为天主教领袖刚才讲了2个了，一个耶稣会，一个是圣衣会，还有很多的方济会什么，都是很好的。可是你要修的时候，是不是宗教交谈跟这个不一样？你要转到别人的家里去，我来去听别人，来跟他尊敬交流，做朋友。这个要你自己回答了。如果你同天主的关系很深的话，没有问题。像利玛窦也是走宗教教堂的，他去教堂的人都不信天主的，不信耶稣的，他能够去影响他们，改变他们，没有自己被改变。而且他除了做学术工作、科学工作以外，还讲道理，很多人理解，没有像沙漠那么多了，也是很多。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天主教的文件叫《Religious Dialogue and the Proclamation of Gospel》，这个是叫中罗马保罗写的文件了。Proclamation of Gospel 就是说宣传了，把耶稣基督的信仰传到天涯地角。后来你现在不是宣传，
你要说，哎，这个圣严法师坐下来，我们来聊聊我们的领袖经验啊什么，这个好像都那个也是让我们去传教相反啊，这个观念去，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文件好早点翻出来。我在北大做宗教系工作的时候，马蒂斯神父就送给我这个文件，英文的。可是因为学生的程度啊，我觉得那个需要性不是那么强，到现在还是放在我的抽屉里，平安的躺在那里。所以将来如果有英文的出来，希望我们在一起研究啊，看一看这个宗教教堂可以传福音是不是合不起来的问题。那我现在做的比较是宗教教堂多了，因为像那个信佛教的、信道教的等等，和他们来往，他们觉得没有排斥他们，也能够听他们听不懂，也可以继续再问，这心灵的交流。最重要是尊重，对他们这个我们系里边不同宗教的老师都很稳定，没有混乱，没有竞争，哲学系很紧张的，所以很多派，大哲学系，有时候有冲突，不来往不讲话，我们宗教系没有，至少有一个教堂的基础建立出一个分分。所以人数要增加，教育的人数增加，跟真正的传扬福音不是完全一样的事情。比很多人跟信仰都很肤浅，最不懂。这是教会那个代办，我们这个教堂今年多少人领洗，多少人知道。所以像我们有的工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它的效果，就是要做。每天祈祷都是要求啊，求天主给我勇气啊、智慧啊，不要希望啊，做下去啊，乐观啊，像德勒金一样，突破，往前走，像那个苏辙唱的冲，好吧，我至少就托你，把那个些问题多少讲了，还有一个美化自己的。50岁教育看后半生，所以表示你已经过了50岁了。我来问，因为我们的问题都是大概半个月前就把题目都先拟好，然后 email 给神父。其实在这个半个月当中真的是一大堆新闻的那我们就在想，我想要在这个之前我先。在这个附录1这边在附录1这边有一位陆爸的好朋友顾神父嘛，他说，顾光中神父他就说，陆爸有2双生，生就是深度的深哪双生呢？第一个就是神修生，真的神修很深，知识深，非常很渊博的知识。我觉得。陆爸还有一个，他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像大海一样的包容心，他不会说你一定要信天主教什么，在那个更新系歌会里面就是这样，什么人来都可以，可是他的真正种在我们心中的种子，哪一天发芽，天主知道，真的是天主知道。我想说这样的涓涓之流一直流的话，哪一天就会开花，就会结果。其实我的问题就是我那时候在想说50多岁了，那我的后半生什么？刚好惠尼休斯顿过世，突然，对不对？然后呢，第2天凤飞飞过世，真的是难过到极点的，因为我们在场的人都是凤飞飞迷，我从小就开始往事只能回味就觉得什么好多什么歌都是凤飞飞唱的嘛，太好了。那我就想说真的，然后再来就是Linsanity 林来疯，对不对？好小子啊！对，那我想要我的问题就是说，50岁以后，你看突然的人生就会突然就戛然截止那个地方，那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我们现在在这边，可是我们明天到底在哪里？那我想，我们
陆巴是生死学的这个名师啊，哈，在古代开生死学，那我想说，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些，让我能够在有限的生命里面能够走得更好，更迎向天主，然后更光荣天主。20多年来的时候，你们也不会想这个问题，想不到一比9，20多年。年龄到了，啊，年龄到了就会死。年龄到了，50岁是小事，比你们小，50岁的。生死学，我的生死学把它看成彼岸的神父讲的高峰经验，死亡是我们领袖的一个高峰经验。什么叫高峰经验？刚才多少讲了一些，就是说天主同一个灵魂深深的结合，叫他忘掉自己的存在，这个也没有想到天主存在，就是化到天主里面去不见了，啊，这个属于领袖的一种合一的经验。可是有的时候做必经的时候，有过一次觉得好高兴，就那个灵魂好像活到一个更大的爱、更大的光、更大的海洋里去。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快乐的想死》，不是快乐的要死，快乐的想死。就有一个教员他说：“哎呀，为什么要想死？”就是在英国做30天必经，有一次就是你静静的看山上有牧羊在吃草，想起圣咏里面一首歌，我们在上海唱的时候，就流眼泪，用双手。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流眼泪。有一次看到一个12年开学礼上，他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也要哭了。果真啊，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也忍不住哭出来。所以这是圣咏的一遍的歌啊，慢慢的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死掉完全不怕，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幸福，回到天主里去。那如果死亡是这样的话，多好！可是呢，这样的经验很少啊，一年有1、2次，了不得。有的时候做了几天的闭经也没有这种完全解脱的那种幸福。可是到你死亡的时候，要面对面看见天主了，天主都逃走也逃不掉了，要走起来走不掉了，你要直接的看到他，就是你一生希望在闭经中看到的，希望在祈祷中，希望是当人家接受天主的时候能够有的经验，你是完全拉开看到。当然，有的人会害怕，哎呀，我有好多罪，旁边的人不知道，天主知道，那时候不敢面对天主，等等等等，怕惧不安。可是如果你去看一个录影带，叫《天外有天》，不知道检察哥看过没有？它里面有6个死而回来的，死了以后再回来的，有过这个 near death experience 濒死经验的。所谓濒死经验，就是一个灵魂啊，从身体里面跑出来，飞到天空，可以看到医生、护士在急救自己等等，他飞出去，经过一个地洞，就是一个核管，穿过去了，飞到另外一个世界，看到光明，看到天主，有的时候看到耶稣，那么爱他们，一点也不像要审判他们的样子，你就问他。你这一生究竟有没有爱过人？就像耶稣看到不多，他一点也没有对他说：“你为什么3次否认我？先问了，再问他你爱我吗？”完全一样的。不多人就怕的不敢讲话了。可是耶稣没有问他。如果这个是真的。天主以无限的爱、无限的诚挚，用他的痛苦已经补赎了我们的罪，那就是我们现在把它
自己面对的过失，这个想到有那么好的天主也不会好，这个时候就可以有个渴望看到天主，面对面的同天主相近的领袖经验，那不是好的课吗？为什么要怕呢？星期三我开一个硕士班的圣诗学，有20个人，其中有一个他是信佛教的，他常常帮忙人家去助念，所以看到很多人死亡。那我就问他了，你看到那个人死亡，他们怕不怕的？他说他没有讲不怕的样子，他好像他接触的大部分都答案，有的讲啊，有的教育啊，不要走啊等等，这边的比较多。后来我告诉他，我下次我要去一个耶稣会神学院旁边有个医护院，一个养老的，耶稣会跟行动不便的人住的保生的地方。那个管理员他本来是牙医生，西班牙人，后来他去学了护理，DS， 我要请他来给你们讲一讲，他面对过110几个神父的死亡，他这样也死亡故事马上会告诉他，就他一直在陪伴，在医院也好，在那边也好，他怎么样看到的天主教的神父的时候，所以昨天我碰到他，在大城市，说你愿意不愿意来告诉别人你看到神父们的死亡的经历，那我愿意，愿意。但是只有一个葡萄牙神父，这个神父我也认识，人矮矮的，他好像有点辛苦，身体不舒服，所以跟他讲了一下。其他110几个都是非常的平安的。这个不应当我讲啊，又不是我看的。你看这个DS自己同这些信民间宗教、信佛教的人讲，为什么你一看到的人那么不舒服？那个修士看到的。所以，我教圣诗学已经教了十几年了。我第一堂课就写在黑板上3个字：生学，不是生死学。第一个生小一点，第二个生大大的，第3个学。他说死亡就是第2次生，第1次生是被动的妈妈生你，第2次生是你要自己努力的使自己生出来，生到天主里去。第1次生的时候，